英伟达、泡泡玛特、老铺黄金，无论你有没有听过这些公司，事实上这些都是过去几年美股、港股中股价涨超10倍的公司，它们涨得如火如荼时，却很少听到有人能把握到它们从低位暴涨上去的这一整波涨幅。大部分买过这些股票的人，可能赚了20-30%就急着卖掉了，最终错过它后面涨10倍的利润，或者看到负面消息就觉得心慌，跟随大众清仓离场，后悔莫及。再看这条影片的你，有没有同感呢？然而要把握到10倍股并不难，你可以看到我成功捕捉到了多只10倍股，有框架的筛选到富途、英伟达、Lemonade、Legend 等等的公司，在它出现负面消息的时候，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持有，甚至不断加仓布局，到现在已经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回报。今天这条影片我就用其中一支我重点研究和投资的富途做案例，教你一套完整的10倍股捕捉方法。许多内容是我收费的10倍股投资秘籍和 GMT 每周指导课程里拿出来的，本来是收费的内容，因为看到太多炒股票的朋友乱来，错过太多的机会，太可惜了，才拿出来免费与你分享。所以你要记得看到最后，这样你就能够学会如何从低位捕捉股票，获得10倍以上的利润。首先，什么是10倍股？就是在3到5年内股价上涨10倍以上的股票。这个概念是由投资大师彼得林奇首先提出的。让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我的小米从2022年的8块多涨到最高60多块，涨了超过6倍。何塞从2024年2月最低3块2，涨了至少5倍。我从2022年已经看好的英伟达，到现在也涨了有14倍。所以10倍股不是不可能，而是你懂不懂如何去把握。你可能会说，Chief 泡泡，这些都是过去的例子，现在还有10倍股吗？我的答案是当然有，而且比以前更多。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速度更快，新兴行业更多，市场机会更大。但关键是你要学会识别它们。记住，10倍股不会等你，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你需要学会在别人还没发现的时候就找到这些潜力股。事不宜迟，我们先来看看我是如何发现和捕捉到富途的。一开始我认识富途的时候是早在2018-19年，我当时呢听到我们的研究团队介绍了这支券商作为我们买卖的一个工具的时候，我是没有马上的去用它。我觉得我第一个concern忧虑的就是它如果不收钱的，没有收入的会不会倒闭。我觉得这个股票这样东西，这么多的财富放在一个互联网的券商里面会不会不安全，所以呢我一直没有理睬。后来呢我的女儿开户口的时候，她是跑去富途开了，她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开的。她开了之后我也没有怎么样，反正我在股票里面也赚到钱，那让汇丰银行赚点钱也无所谓。到了2020年的时候，因为做了 GMT 之后，关注了之后也买卖的比较多了。还有一点呢，当时买美股和 A 股的话，银行是特别的不方便，所以我开始寻找一些买卖方便一点的股票的券商。那个时候呢，我就找到了美国的 IB Interactive Broker， 我开了户口，把钱存进去了，但是非常的难用。每一次我打开页面，我都要找很久很久才知道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而且呢，碰到问题的话，我提交问题都要过了1天之后才有机会得到答案。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都没有怎么太好的服务。后来我问我的女儿，我说富途好不好用啊？她说非常好用。那也在这个时候呢，我去富途开了户口。除了普通的开户口不用上去的，就拍几个照就搞定了。我当时呢有一批的股票放到了汇丰银行和放到了富途银行，结果他们给我的体验让我看到这个是很大的对比。跑到汇丰银行里面，他有2个 VP， 搞了2个小时才能把我要做的工作做完。我上去富途的时候，他基本上一个 receptionist 接待客人的那个人帮我的所有的 paperwork 搞定了，到最后只是里面那个人出来给我签一个名。这个效率的对比啊是不得了。所以这第一点想带出的学习就是用一个消费者的眼光，当我们也在消费这个服务的时候，我们一看就能知道这个服务商有什么优势，它的服务有怎么样
样的好。那我是买卖股票的一个消费者，所以我看到富途有它的很大的优势。第二个带出的学习点呢，就是一个好的股票，就算我们认识它的时候，做研究的时候已经涨了不少了，可能它未来还可以涨很多。当时我认识它的时候，它的股价已经涨到了34块，结果当它涨到了大约是40块左右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了，开始买它了，慢慢的买它，慢慢的买它。我买它的时候大约是12月，到了1月份的时候，它是涨到了接近200块，所以我就算是40多块买的时候，涨到200块，其实也再涨了5倍。当然我是到了110块到130块左右套现了一半，剩下的都是那些赚回来的股票。到了200块我也没卖，结果它就调整了。到了2021年的时候，不断调整的时候，跌了很低很低。我就记得这张图，我放在 Facebook 上面，也在我的 GMT 里面跟大家分享过这一只股票。这张图来作证，到它跌到了20几块、30几块的时候，我想到了，哎呀，我的愿望呈现了，等待股灾真的来了。当时中概股啊，很多人在美国很担忧，或者香港很担忧，中概股要退市怎么办？整个中概股也受着中国大陆的监管政策影响，跌了好多。当时呢，富途是跌到了30多块，最低是跌到了20几块。我在30几块和20几块的时候，就是因为记得我曾经想等待股灾，原来这个愿望真的成真了，就大量的买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3个学习点：第一个，看到一个好的股票，就算它涨了一段时间，我们是看未来的；第二个，做记录，当这个股票跌下来的时候，再看一看曾经我们想买它的时候所做的记录；第三个，当然是用消费者的眼光去做观察，可以看到哪一个是真正的好的。从刚才的10倍股投资秘籍的揭露，我们知道富途的使用体验和服务都比竞争公司的要好，所以我们可以用消费者的眼光去看一家公司。第一，观察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第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司；第三，分析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第四，判断他们是否有10倍股潜力。如果你想体会富途的服务，但是还没有富途或者木木账户，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用我的链接去开账号，富途会送你一些股票和礼物。我也额外为大家争取了一些开户礼物。除了用消费者的眼光去看一家公司之外，也可以分析公司的商业模式。富途不只是一个券商，它是一个金融科技平台，它的收入来源不只是佣金，还有借贷业务的利息收入、增值服务的费用以及数据服务的收入。这种多元化的商业模式让富途具备了强大的护城河。最重要的是看趋势。我在2020年就看好富途，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传统券商迟早会被淘汰。富途的股价从我买入时到现在已经涨了好几倍，所以要如何选股？第一，用消费者眼光发现痛点；第二，分析商业模式的护城河；第三，判断行业发展趋势。未来富途还可以把握稳定币和虚拟货币的机遇。很多人问我 Chief Papa， 我不懂财务报表怎么办？财务报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商业逻辑。当你理解了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你就能判断它是否值得投资。那现在富途不在低位了，如果我做完研究了之后想要做它的股东，是不是能无脑进场呢？这当然不行，基本分析做好了，我们可以用技术分析去看看什么时候能进场。Rich 在 GMT 里有分析了富途，看看他当时说了什么。那富途6月中是一个大量的突破，随后它虽然有一个回调，但是只是回测前面这个支撑，而且同时也是回测这条20天线。如果我们来看成交量呢，回调的时候成交量是很少的，虽然这一天看似这个黑棒好像很大，但是呢成交量并不吓人，而且是低均量，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价格行为。现在它进一步突破之后，又再次发展一个输点，那下一步我们就看一下它能不能成功的突破130块这一个关键的阻力。富途呢，终于它是突破了大半年的，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VCP， 它是终于突破了这个底部。那下一个关键的阻力，第一个位置是大概160多块，就是170多块和180块左右的关键阻力。目前而言，我们是很好的捕捉到了这一次的突破，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能不能继续挑战前面的高位了。
Rich 独立的做他的研究，Papa 独立的做我的研究。什么时候我们两个看的股票是一致看好了一只股票？第一个小米在17、8块的时候，到了29、30的时候，2次我们同时间看好之后涨得不得了。在下一个何赛，刚才问他是17块左右，这一次 Rich 是114看好富途。OK， 大家知道 Rich 看好富途，这个时候是 before 在突破枢纽点之前，所以114他看好，那突破枢纽点之后不会马上回调的啦。找到了有潜力的股票，买入时机也对了。如果你在6月27日有买入富途的话，现在已经赚了至少40%了。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你已经错过了低位买入的时机，你依然能透过技术分析赚取不错的利润。如果说公司出现负面消息，很多人会心慌意乱，常常在中途就下车了。其实能把握10倍股的关键在于心态，如果你能学会这几个思维，你就能在股市里面做到长期安心，获得超级盈利。第一个是长期思维，买一只股票其实是赚它未来几十年的盈利，而不是赚一个季度的盈利。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股市肯定有牛熊周期，有好的时候，也有低迷的时候。眼光放远了，短期的波动反而是带来一个机会。而富途也有一些负面消息，其中一次就让股价暴跌了31%。当时我就看到普罗大众的情绪偏差，很多人都在抛售富途，但是我仔细调查之后有不一样的看法。现在就来看看我当时是怎样分析的。在2022年12月30号的时候，中国证监会是发表了一个关于互联网券商，特别是点名了富途、老虎证券的非法跨境业务的整治工作。当天晚上，富途的股价就暴跌了31%。这一天之前，它的股价已经涨到了70块。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它的股价是跌回了40块。这个时候，传媒也是一面倒的悲观的预测，因为这些诊断，它会失去了中国的客户，它会不见掉了1/3的这些生意等等等等，都是很悲观的。其实我看到富途只是比较出名一点，其他的券商也被内地的股民在举报。而一旦股票跌，而且跌了很快的时候，普罗大众什么事情发生了？会不会背后有鬼啊？他们会找理由去解释为什么会跌。而信息泛滥，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大众的投资者的话，他们是时刻盯盘，一定会心慌意乱。而在心慌意乱的时候，恐惧的消息会使到他们在止损啊，在抛售啦，使到股价是进一步的下跌。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使到更多的人开始恐惧。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机会来了，我要赚取长期安心超级盈利，而且要相信自己的眼光。跟一个好的创业者在这里就是李华先生的能力，相信他有能力去处理这些问题。我在写这一张 PPT 的时候是不知道12月30号会发生中国证监会出的那个公告，我在这个时候感觉到正好是应用我所教的东西，机会来了，马上深入的做研究。第一个，富途是一个香港的公司，在美国上市，如果要被监管的话，应该是香港的工商机构或者是美国的证监会，而不是中国的证监会。所以我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网页看了之后，就证实了我这个想法。第二个，我再细看了他这一份公布，其实这份公布一点都不坏。他说了，已经开的户口是可以继续的运营下去，而这个信息让我看到，其实中国证监会是无法来监管富途在香港的操作，它只能监管资金在流出中国的边界的时候，那个行为是违反了中国的外汇管制，但是一旦资金到了境外，它是管不了的。第三，为什么要在12月30号公布这一样东西呢？就是因为富途在12月30号用介绍形式再一次上市，这个公布给我看到，就是中国证监会跟富途来交涉的时候，它是完全没有能力来惩罚或者控制富途的行为，但是富途要上市的时候，中国证监会可以用它的影响力阻挡富途上市，也就是说我管不了你，但是我可以给你找点麻烦，让你上不了市。再一次的证实中国证监会是没有权利来监管富途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当这些恐慌的抛售出现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买入股票。首
首先问一下自己有没有懂得的、知道的比市场多。如果我们有的话，那就是一个寻宝的机会了。第二个是逆向思维。当大家都恐慌的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买入机会。当大家都贪婪的时候，你要保持冷静。第三个是学习思维。投资是一门学问，需要不断学习。你不能指望看一条影片就成为投资高手，你需要系统性的学习，建立完整的投资体系。我知道很多人会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投资，我害怕亏钱。错，这是穷人的思维，而且如果不改变，会一辈子穷下去。你没有的不是钱，是富人赚钱的思维和方法。但记住，投资最大的风险不是亏钱，而是用穷人的脑袋去玩富人的游戏。回顾下富途这个10倍股案例的完整逻辑，从基本面分析来看，我用消费者眼光发现痛点，富途解决了传统券商的问题，多元化商业模式构建护城河，加上金融科技行业发展趋势。从技术面分析来看，买入时机；从心态管理来看，长期持有不动摇，逆向思维，在恐慌中买入。最后是结果验证，股价表现证实分析正确，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你们看，这不是运气，这是方法。这套方法不只适用于富途，也适用于其他10倍股。关键是你要学会这套方法，然后坚持执行。这条影片跟大家分享了5个重点。第一，什么是10倍股？第二，如何用技术分析找到买入时机？第三，如何用基本面分析选出潜力股？第四，正确的投资心态。第五，完整的实战案例。我见过太多炒股票的人频密交易，结果钱不见了，留下的是时刻盯盘带来的焦虑疲累。还不如学会找10倍股，让几只优秀的10倍股给你长期安心的超级盈利。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学习我的10倍股投资方法，想要在股市长期安心获得超级盈利，我的10倍股课程能帮到你。这个课程能够帮你找出真正强劲优秀的股票，让你的资产增长得更加稳固，投资绩效大幅提升。最重要的是，这个完全免费的60分钟课程，看了也没有损失。这个方法是我30多年投资经验的精华总结，现在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快点点击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影片的通知了。我们下次再见。